你们现在知道它为什么叫提灯之王的吗？取了4个卵给你，直接一口吧。我感觉，家人们，我今天总算约到了这家店，它现在排到大阪烧鸟店的第2名，这个排名就非常的装逼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遥远的大阪。今天这家烧鸟店号称是提灯之王，如果它的提灯不好吃，我就把它打了。不愧是热情好客的大阪，我还没到，服务生就已经在门口等我了。顺便说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大将，他已经连续烤了26年的烧鸟了，厉害呀！服务员听到我们是从东京特地赶过来送钱的，脸都笑开了花儿。哎，好了，不说废话了。第一个前菜我本来以为是个豆腐，结果人家是什么青芝士。下面还是那种加了药材味的鸡汤，开局就很养生，然后每个人都会配一盘这种白萝卜，吃完了就会给你上新的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直接把他们家吃垮。很快就给我们上了第一个串，葱煎鸡腿肉，也是在日本最常见的一种串。这家用的是那种很甜的葱根和2坨比内地鸡的腿跟肉，记得鸡肉要跟葱一块吃，鲜嫩多汁还很甜。然后是我们的陨石鸡胗。这串鸡胗应该是用大火烤的，表面特别的焦脆，但是咬开之后里面还是清晰可见的粉色，就是要这种生软的感觉，好吃。还没吃完，主子就端了个腌鸡腿过来炫耀。话说为什么腌过的鸡腿叫火腿？但展示完之后只给我们上了这么一小盘，它是豆苗加蜂蜜洋葱，因为薄切所以味道其实没有很咸。接下来这个菜就比较考验功力了，师傅还贴心的帮我们剔了一根骨头，这样你一嗦，连皮带肉一起啊，特别爽。我喜欢挤一丢丢小柠檬。烤的好不好还得看里面有没有锁住水分，这个功力可以说相当好了。它皮的部分比它肉的部分还多，怪不得这家店这么贵还这么多人。我们继续吃，这个是他们家的软葱，就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吃葱。然后这个菜我很喜欢，炭烤午餐肉三明治，午餐肉和薄吐司的边边也被烤得焦脆，要是再有包六婆就好了。然后是一个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菜啊，口水鸡，居然是你在听周杰伦的歌，然后莫文蔚突然加入了合唱，真不错呀。它是用一层薄薄的鸡胸肉裹了一块鸡肝，一点都不辣，但是这股浓郁的奶香还是挺上头的。接着是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鸡屁股，上面还撒了一层薄薄的黑胡椒，一口咬下去就是肥美多油，它就是一坨完整的脂肪。然后是一小盘烤猪肉片，有没有觉得这家店真的很讲究？里面还配了一个蒜头。最后大家在给你上提灯之前，还会让你清理好味觉，吃一个香菇。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，直接来吧。我想肯定会有人跟我一样感叹，提灯原来是这样烤的呀！终于上菜了，大酱是把4个卵同时串在一块儿，卵巢部分的肉只取了一丢丢，特别是你把它提起来的时候，能明显感觉到它的重量。直接一口吧。就是你会感受到4个卵黄依次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的感觉，我感觉灯要从我鼻子里面喷出来了，是一种美妙的体验。然后又给我们上了一串蜂蜜鸡肝，我发现大酱特别喜欢这种咸甜口味的做法。接着又是一串鸡肉团子，里面的肉也是那种稀软的口感，我感觉我会吃4串。最后一串是我最喜欢的鸡心，为什么放在最后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看里边，还能挤出血来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，太爽了啊！当然鸡脖子肉肯定也是不能少的，那种嫩筋一样的口感可以让你想一晚上。这个也是他们家的名物之一，卡瓦兹 KCCD 就是带皮的颈子肉，它吃起来很像是那种连着筋的鸡腿肉，无限嫩滑。最后这个美妙的夜晚肯定是要用鸡腿肉收尾。我剪这个片子都把自己剪饿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好呀。好吃！救命！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真的好嫩啊，就连服务员都嫩起来了，好帅啊！吃完这家店，我甚至有个感悟，就是烤肉店的好坏真的是在拼谁家的花样更多。肉都是一个品种，为什么他家我就可以吃这么多？现在是9点半啊，我们现在看能不能抢到他们家最后一半。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家人们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。哇！开始吧。他们家的第一个前菜就很恐怖，我还以为是烤肉，结果小姐姐让我生吃，他们还在肉的旁边织了2根线，然后她是让你用线把这个蛋黄给它勒开。其实说句老实话还挺好玩的，有一种莫名的快感。哇，它爆开了，家人们。接着用这个蛋液就着下面的果冻一起混匀，就你像这样和好之后挖在这个海苔上面。但是我们抛开对生肉的偏见，它这样看上去，那我还是不想吃。哇，菜不可貌相，生牛肉的那个脂肪和蛋黄的香味特别配。我突然觉得就算是生肉恐惧者，和牛的生肉也是可以尝尝的。接下来是这个菜，先不说上面怎么又有个蛋黄，他是在向我传达什么禅意吗？我都有点好奇他是怎么把韭菜立起来的。从中间把它掰开，然后让蛋液从内而外的渗出去，但它吃起来的味道其实就是韭菜。韭菜跟蛋液这2个食材真的很不配，韭菜真好。然后这块肉是他们家的特色，雪花牛舌，就是牛舌上面脂肪最多的那个部位，所以它这个牛舌看起来都是白色的，它翻过来这一面才惊艳，因为脂肪很多，所以它表面都在冒油泡。一口下去，虽然你知道它是牛舌，但你咬下去的时候却觉得像龟苓膏，这真的是烤牛舌之上的新体验。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一句话形容它就是和牛身上最香甜多汁的部位，这应该算牛的五花吧。这个千万不要烤太熟，先给朋友加一个，我觉得烤到2面冒泡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看资料的时候发现，这头牛是一头母牛，那给你戴个好看的发夹，怀着感激的心情吞下你吧。哇，超软，就你一口吞下去都觉得是浪费。我还偷偷留了一坨肉在我嘴巴里面嚼。接下来是2坨汉堡肉，这种肉一般如果你烤过了，它就会变得很硬很柴，所以我们就要精准的烤到它里面还是松软的状态，就像是这个状态。厉害吧？当然你要是想吃生一点也不错，烤成这种状态，吃起来会微微泛甜的感觉，但就是有点腻。那你可以再蘸一点鹌鹑蛋的蛋液，或者这种酸酸的臭橙醋。我觉得这个蘸醋要好吃一点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啊，偷拍被发现了。
好帅啊！它是一个黑色吐司和牛三明治，它上面还插了一个这个插入栓，这里面包的是那个卵花。突然觉得它是一道很有未来感的菜呢。挤这个蛋液的过程真的也很爽。这个看上去我都饿了。咬下去之后，我才发现牛排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酥脆的皮，真的是野餐新选项。然后是一盘肥牛，它还不是就这样直接烤着吃，它是把它烤的差不多之后盖在饭上和蛋黄一块吃。有人数过我们今天总共吃了多少个蛋黄吗？又要在热腾腾的肉上面戳破蛋黄了，满不满足？大满足。然后你们猜最后的甜品是什么？它是双重鸡蛋布丁，直接把一整个蛋黄铺在布丁上面，真正的超浓厚鸡蛋布丁。这是什么奇葩操作啊？它是好吃的，蛋液让鸡蛋的味道变得更加的浓厚，甚至还有点牛奶味。在日本菜真的不可貌相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特别的好吃。哇，今天这个真的太顶了。哎，什么人才会点这么硬的汉堡啊？我估计它一口的热量可能都比 Shake Shack 一整个汉堡的热量都要高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我今天找到了家热量超级爆炸的汉堡店。吃汉堡就是要爆炸呀！还有这个口罩是成人版的，不是儿童版的。进店先量一下体温，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菜单。普通的汉堡也有很多种，但我们看上去像普通人吗？明明都26岁了，还被别人说戴儿童口罩。这有这么胖吗？左边这种就是正常汉堡，右边这种就是我们这种瘦子要点的，而且都这么大了，你还可以往里面加东西。我们又加了一层芝士和猪肉。店长还问我们吃不吃得下，我想说不是为了拍视频，谁会点这个东西啊？死鬼！我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样子，这个吃下去我不胖30斤谁胖？虽然但是还是很期待它的味道。哎，胖就胖吧，从下至上2层和牛，1层芝士，1层猪肉，1层蘑菇，然后一个煎蛋，再加上2个鹅肝。我现在一口可能咬不下去。你吃这个还必须得把它压扁，不然你的下巴很容易脱臼。我已经用了全力去咬了，但第一口只咬了它暴露在外面的那些肉。就这家店你们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来，因为这个吃相真的是太难看了，而且介于它的肉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决定还是扒一点下来。这个就是和牛汉堡肉的样子，里边微微泛红，油水特别的多，咬一口下去它就不停的流，特别是吃到最后，那个和牛加鹅肝的油在嘴巴里都变成了奶油味。然后我们又点了个正常的，这个就正常多了。我发现 Shake Shack 真的不是汉堡里面的天花板。对了，这里的盐酥鱼排真的很好吃，炸过之后肉里面的油水像浓汤一样，再蘸一点蛋黄酱，哎，不比和牛好吃吗？今天这一顿是真的好胖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我感觉我可能一辈子都不想再吃汉堡了。卡玩意儿。我为了不向居酒屋邪恶势力低头，今天只好在街上随意挑选一家幸运店铺了。又到了吃居酒屋的日子，然后我在路上看到这家店，这太香了，来。我自己出来证明哈，这次真的是居酒屋先动的手，他们家就是我走门口过的我那道菜香。今天我们就来吃吃看啊。鉴于上次我们点的菜实在是有点多了，这次我们就只要一点点的菜。哎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真的就只有一点点。第一个小菜是这个暖胃小菜豚汁，就是深夜食堂每集开头老板咕噜咕噜煮的那个汤，一碗下肚胃就暖和了，感觉又可以吃很多东西了。第二个菜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豆腐炖牛筋，这2种食材的口感差距特别大，搭配在一块还是第一次看到。牛筋已经炖到软烂，但是口感还是保持着嫩滑，和豆腐一起再加上一点调味剂，瞬间觉得这个味道更上头了，而且一定要和豆腐一块吃。它豆腐上面淋的汁都是那个牛筋的味道，真的好软。第三个菜是咸芝士脆三角，外表酥脆，里面还裹着馅儿，一口下去，香甜的芝士在嘴巴里变成浓郁的奶香。此刻我只想说一句，这就是芝士的力量。那不过它也有个小问题，这个吃多了觉得硬。这个菜乍一眼还看不出来是什么，它是嚼起来同样嘎吱嘎吱的菜，就叫它迷之春卷吧。外面是酥脆的一层火腿肉，里面包裹着各种时蔬和芝士，这3样混搭在一块还是有不一样的化学反应的，其实还意外的挺搭。然后就是这个巨大的蘑菇，它叫垂茸，你们看它长得是不是很像香菇？哎，没错，它就是香菇。又来吃大蘑菇了。它这个香菇粗壮均匀，撕开之后里面还有点像鸡肉，它在嘴巴里面嚼起来都是满足。终于又到了他们家的招牌，这个菜叫神明鸡腿肉，只是闻到端上来这个香味我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，搭配一点洋葱一起下嘴。还是鸡肉好吃，哇，好嫩滑呀，这个腿子，而且越吃越有味，爽口的洋葱配上鸡肉的油脂，我真的很好奇它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我还想再来一份，想想这个比吮指原味鸡好吃太多了。它这个外皮炸得又酥又脆，里面裹的牡蛎不是很大，但是还好比较多汁，它一定要压过外面那个炸皮的油腻，你要享受咬下去之后牡蛎的汁液从香酥的面皮里面流出来的感觉，味蕾瞬间被牡蛎占领。但是我还是推荐蘸一点酱料，毕竟是炸物。这个是沙拉酱质感的洋葱酱，然后柚子汁，满足的幸福感分分钟都要涌出来。它这个酱像洋葱、甜奶油、饼柠檬跟柚子要配一些。然后我因为好奇点了一份四川口水鸡，本来我以为是家乡口味，但我瞬间发现被骗了，醋的味道太重了，一点红油的味道都没有。最后一个菜比较恶心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吃过没？安康鱼的肝，这个鱼的名字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，但它长得肯定不陌生，就是那个长得丑、行动缓慢的发光深海鱼。但是鱼不可貌相，谁也不知道什么鱼就好吃了，而且这个菜的味道特别的大。安康鱼的肝在日料中其实还蛮常见的，还有人称它为海中的鹅肝，但我劝你们，这个菜最好是小口小口的吃，原因是它有很多的油，原来鱼肝油就这么来的。最后再来一份蛋黄卤肉饭，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好沉哦。
我真的再也吃不下了。这次点的一点点菜吃的还是很开心啊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